虾仁，本宫怀孕了，你的种。娘娘莫要消遣微臣，微臣就碰了碰，为了给您瞧病，碰了碰您的手，怎么会怀孕呢？哼，本宫说是你的种，就是你的种，你最好从了本宫，不然。这个虾仁太惨了，穿越到仙武世界，成为了一名实习御医，结果不到10天就被贵妃娘娘摆了一道死局，只因皇帝多年前练功时突然走火入魔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过子嗣诞生。10天之前，醉酒后的皇帝与贵妃做了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。贵妃为了上位想到了一招狠毒的计策，虾仁现在很慌，因为他马上要前去给莲贵妃看病。莲贵妃乃是除了皇后之外，当今后宫最为受宠的一位，每次肚子疼的时候都会让御医前去把脉，至今已经死了3位。太医院的御医们，但凡宫中有消息的，都提前1天请假生病回家休养了，也就剩下虾仁这个没背景、没资源的新兵蛋子站在这里。怎么办？不管什么缘由，只要去了后宫，只怕凶多吉少啊！我这才来不到10天就要嗝屁了吗？虾御医，快出发吧！拖延时间长了，把莲妃娘娘的病情拖严重了，你可要负大责任的。说话的乃是莲妃心腹小红，她从莲妃进宫的时候便跟着，虽然是宫女，但比其他宫女地位高很多，而且还有一定气场，似乎练过。我去拿药箱。虾仁背着药箱，低着脑袋跟着小红的身后，向着后宫走去。走到一半，虾仁忍不住询问道：“请问莲妃娘娘病发前有什么症状吗？10日前，陛下与娘娘在一起过，之后便开始食欲不振、恶心干呕，今日又反复开始。那有没有吃坏肚子的可能？”虾仁心中有了几分猜测。这不可能，宫内的食品都经过严格看守。知道了。会不会是娘娘怀了龙种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陛下自从走火入魔一次后，就再也没生过一次孩子。虽然陛下没有说明，但后宫都猜测陛下失去了生育能力。你这话可是要担责任的哦。虾仁顿时头大了，皇上没有生育能力，那这莲贵妃要做什么？前几次的御医是怎么死的？带着7上8下的疑惑，稀里糊涂的来到了后宫。虾仁看着恢宏的清銮宫，还没进门，便有一股独属于女人的清香扑鼻而来。吞了口唾沫，压下心中的紧张情绪，虾仁提着药箱走了进去，跟着小红一直来到殿内，顺着中央摆着一张圆床，朦胧的帘子挡住了床上侧躺的诱人酮体，虽然看不清颜色样貌，单单的凹凸有致的轮廓便惹人无限遐想。虾仁不敢多看，连忙低头：“娘娘，虾御医来了。”莲贵妃应了一声，她的声音很有磁性，带着那种御姐风格。随后从纱帘中伸出洁白的玉臂：“虾御医，本宫这些天恶心干呕，老是头晕。前面那几位御医总说我是胃病，可本宫是什么病我还不清楚吗？这些御医昧着良心说话，我一气之下刺死了他们。虾御医，你可要好好的为我把脉呢。”回禀娘娘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检查，不会说一句假话。虾仁心中一沉，咬牙走上前去。虾仁装模作样的把手搭了上去，他本就不会医术，只能干瞪眼在这拖时间。过了一会，床上的莲贵妃似乎等不及了，向前倾移了少许，看姿势是趴在床上。虾御医，我这是什么病啊？这是……虾仁话还未说出口，便已经感受到了莫名杀机。虾仁暗道，只怕除了说怀孕外，都是死。系统激活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主线任务，帮贵妃看病。说真话，莲贵妃就是胃病，而且自己故意吃坏肚子的。获得仙灵草、淬体丹，注意有大概率直接死亡。告诉莲贵妃你怀孕了，获得淬体丹1颗，龙虎泉小成，注意3个月后可能东窗事发，被五马分尸。夏日日，怎么了？你哑巴了？莲贵妃再次询问道，她的语气已经变得极为不善，那种长期处于上位置底层生命而不顾的冷漠，让虾仁感到发寒。恭喜莲贵妃，您怀孕了，怀上了龙种啊！撒旦，休得胡言！一旁的小红不知从哪拔出一把剑，指着虾御医，看似凶狠，实则已经没了杀意。虾御医，陛下这10年从未诞生新的孩子，你可莫要胡说，否则会被诛9族的哦。莲贵妃提醒道：“娘娘，但您就是喜脉呀，这做不得假。陛下10年没能诞生新的皇子，说明不了什么。如今与您有了孩子，才说明与您乃是真爱呀。”床榻后面的莲贵妃哈哈一笑：“赏虾御医神医盖世，好好的赏。”是。小红，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，顺便告诉万公公本宫怀孕的事。是，娘娘。小红点点头，走开后不久，便听见亲鸾宫门紧闭的声音。这万公公，虾仁有耳闻，乃是皇帝的贴身太监，告诉了他，就等于告诉了皇上，这莲贵妃是拉着自己作死啊！
就在这时，莲贵妃主动的拉开窗帘，白皙的藕臂，细腻修长的大腿被一层轻纱盖住，绝美精致的脸蛋似笑似笑的看着虾仁。虾仁仿佛看到了光，吓得他立马低下头。夏雨衣，看不出来你长得还挺俊俏，来，让本宫好好瞧瞧。臣不敢，娘娘玉体珍贵，我看了要杀头的。哼，怎么，本宫不好看，负不得你眼？臣不敢。那就抬起头来，否则本宫现在禀报皇上，判你欺君之罪。虾仁无奈，只得缓缓抬起头。夏雨衣，本宫其实没怀孕，但你既然说了怀孕，就可让我如何是好？你说这事怎么办吧？娘娘，臣愿意为娘娘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只要娘娘愿意的，我都愿意。虽说他没在后宫待过，但在上辈子看过的宫斗剧可不少。这种情况下，什么都别说，示好就行。只要表明了自己是莲贵妃的人，那自己尚有一线生机。没想到你还挺聪明，比太医院的其他榆木脑袋要聪明多了，是个可用之人。可惜了，陛下无法生育，那你又让我如何有龙凤胎呢？这要不看看陛下能否治好？莲贵妃摇摇头，不可能了，陛下自从走火入魔后，就再也没碰过女人。我入宫7年，虽然深受宠爱，但从未做过真正的女人。人家皇帝都没有和你行夫妻之事，你说你怀孕了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莲贵妃站起身来，穿着单薄的纱裙，修长如玉的大腿迈着轻盈的步伐走来，背齿红唇，眉眼勾人地看着虾仁。但陛下前些时日喝得酩酊大醉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当晚的场景不都是我说了算了吗？而且那晚我特意让屋外的太监听到许多动静，做过的假。虾仁张了张嘴，听得目瞪口呆。这后宫的女人为了争权夺利可是真敢啊！所以莲贵妃是要真的怀上是吗？对，陛下其实也知道自己问题，但只要我怀上了，那便是你说的缘分和真爱，你说是不是？莲贵妃看着虾仁俊俏的面容，越看越喜欢，尤其是这一颗熊猫头，别有一番韵味。莲贵妃走上前2步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抬起纤纤玉手，想要触摸虾仁。虾仁下意识的后退。娘娘，请自重。你是不是没尝过女人的滋味？这话让虾仁脸色微红，两世为人，他确实没尝过。看你这样，被我说对了吧？其实你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看中你了，模样俊俏，年纪不大，而且能说会道，在这宫中给谁不是给？给那个老不死的皇帝，还不如给你这个年轻的骏马后生。我不说，你不说，谁知道？夏御医，到皇宫上下，除了你，再无其他人比你更合适让我怀上了。今天也必须帮我，否则你也出不了这个门。虾仁，本宫怀孕了，你的种……这个虾仁有多惨？刚穿越到仙武世界10天，就被贵妃逼着生猴子。夏御医，在这皇宫中，再没有谁比你更适合让本宫怀上了。你今天若是不答应，恐怕出不了这个门。只因皇帝多年前练功走火入魔，从此再也没有过子嗣。前不久，皇帝喝得酩酊大醉，来到莲贵妃这里住了1夜。当晚的动静十分巨大，莲贵妃为了上位，想到了一条狠毒的计策。娘娘，还请饶了臣吧，我们这样已经是犯了杀头的罪。哼，我不说，你不说，谁知道？反正是你说本宫怀了龙种，现在我怀孕的事情已经被皇帝知道了。你若是不让本宫怀上，小心老皇帝送你9族消消乐哦。虾仁脑袋一片混乱，现在很想跑，但不敢啊。不得不说，莲贵妃的确很诱人，若不是皇帝的妃子，虾仁恐怕早就犯了。夏御医，方才看见你第一眼时，本宫但很喜欢，如若不然，我何必如此见贴于你？你莫不是以为本宫真的是个不守妇道之人？臣不敢这么想，我相信娘娘一定是有苦衷的。虾仁苦逼啊，他真怕自己忍不住冲了，可冲的后果很严重啊，万一被发现，别说3个月，3天都活不过去。既然你知道本宫有苦衷，那你为何不帮我排忧解难？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不是皇妃，你会喜欢本宫吗？虾仁被问懵了，怎么牵扯到了爱情上面？这是美人计吗？咱们才见面，不是宫中私会的苦命鸳鸯啊！夏御医，你为何不敢抬头看我？若是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虾仁咬着牙，缓缓抬头，只见莲贵妃近在咫尺，这容貌、五官、细腻的皮肤几乎无可挑剔，黄金比例的身材找不到任何瑕疵，简直太完美了。夏御医，我美吗？美。虾仁下意识回道：今天你必须帮我，否则你也出不了这个门。
连贵妃勾人的眸子中藏着杀意，这杀意被虾仁捕捉到了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选项触发了。一、果断解决，获得玄阳真功大成，10年修为，有大概率当场被刺死。2、答应贵妃，获得纯阳圣体，玄武真功，10年修为，很有可能东窗事发，被五马分尸。这还用选吗？莲妃娘娘，还请饶恕微臣对娘娘不敬了。2分钟后，虾仁从床榻上坐起，连贵妃轻声道：“我的小情郎，现在我是你的人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对我。”娘娘，微臣只是帮您，可不敢要了您的心啊。虾仁依旧不敢大意，这可是后宫的嫔妃，谁知道心里怎么想的？若是要杀你，也只是一眨眼的事。君臣有别，我不敢逾越太多。娘娘放心，微臣以后还是臣子。连贵妃有些生气地站起来，在我们之前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方才我们疏通过后，我不这样想了。总之，你以后要经常来陪我。可我是御医，出入次数多了，会被怀疑的。虾仁感到很不妙，这爷娘们胆子也太大了。无妨，我给陛下声明，你是我的御用御医即可。皇上驾到。虾仁连忙起身，毕恭毕敬地站到了一旁。连贵妃倒是很淡定，拉上床帘，又成为了高贵神秘的连贵妃。刚好门被打开，大前皇帝李承玄步入殿内。虾仁明显地感觉到一股他无法抵抗的压抑涌来。叩见皇上。李承玄走入房内，露出一张威严的脸，大概50多的样子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虾仁起身，顺势说道：“陛下，贵妃身体安康，只是因为有孕在身，才引起种种不适。”哦，此话当真？李承玄目光微眯，一股无形的压力作用在虾仁身上。虾仁正色道：“千真万确，陛下，我虾家3代为大前效力，岂会说假话？”不过你才入宫不到1个月，朕才多问了一句，抬起头来。李承玄收敛气息，虾仁并未放松警惕，神色自若的抬头，目光平视前方。长得倒是俊俏，比你爹要好看多了。你这容貌比朕当年都要潇洒几分啊！陛下龙威浩荡，那是我这草民可以比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李承玄大笑2声，随后坐到了床边。陛下，我身子不舒服，不便请安，还请陛下原谅。连贵妃娇柔地对李承玄说道：“爱妃好好休息便是，没想到朕10年没有新生子嗣，倒是爱妃帮我怀上了。”李承玄笑容满面，看得一旁虾仁心中大为疑惑。这皇上就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行了吗？喝醉了断片，就这么被忽悠过去了，只怕那天衣服都没脱就睡着了吧？还不是陛下疼爱我，才有了我们的结晶。只是我身子需要医药调理，那些食物让我有些反胃。哦，医药调理。李承玄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虾仁，见虾仁长得俊俏，有些不放心。但连贵妃抢先说道：“陛下，我看着虾御医医术挺不错的，就让他来帮我调理孕期的身子吧。”李承玄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答应了。自己一国之君，难道还担心一个御医不成？而且宫内耳目这么多，谁敢胆大包天？于是看向虾仁，严肃地说道：“虾御医，你们萧家3代都在伺候我皇室，如今你得到莲妃的赏识，可要好好的干，不得马虎。”是，陛下，我一定好好的干，努力的干，没日没夜的干，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朕还有要事处理，就不打扰爱妃休息了。李承玄走得很匆忙。皇帝走后，屋内又只剩下连贵妃与虾仁2人，小红则是知趣的来到外屋。莲妃娘娘，臣也告退了。虾仁想早点回去，尝试系统的奖励。嫩着，莲妃赤足走了过来，单手勾起虾仁的下巴。娘娘，皇上刚走，咱们这样不好吧？最危险的地方正是最安全的，我怕一次怀不上，你不许走。这个贵妃为了上位，竟要挟刚穿越过来的虾仁生猴子。虾御医，到皇宫上下，除了你，再无其他人比你更合适让我怀上了。今天你必须帮我，否则你也出不了这个门。没权没势的虾仁除了痛苦接受，别无他法。莲妃娘娘，还请饶恕微臣对娘娘不敬了。谁知贵妃竟还不罢休，我怕一次怀不上，你不许走。希望各位准备穿越的宝子们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毕竟强扭的瓜它不太甜。虾仁回到住处的时候，腿是软的，他已经不记得多少回了。这下莲妃应该能怀上吧？不过这孩子生下来要叫人家爹啊，我这不是成了嫪毐吗？虾仁想到这，便有些不愿意了。不过这一切前提是要莲妃怀上才行，但不怀上，自己只怕3个月好活，前后都不行啊。实力还是实力。虾仁将目光看向系统空间，龙虎拳、玄武真功、纯阳圣体、淬体丹1颗，10年修为。系统提取奖励。首先是纯阳圣体加持在身上，虾仁只感觉体内燥热无比，丹田处犹如火山即将爆发，骨骼血肉都在冲，哪怕他没有修为，也能感受到自身气血的强大。
这纯阳圣体可是妙用无穷，而且对女性有着极大的好处。要是下次再遇莲妃，只怕她会直接沦陷进去吧。随后便是龙虎拳和玄武真功以及10年修为。龙虎拳在他脑海过了一遍，宛如自己修炼多年，经验技巧滚瓜烂熟，并且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，甚至都有肌肉记忆。而玄武真功则是一本武道功法，可修炼至超凡入圣的阶段。这门功法的优点乃是气息悠长，后劲足够，且有9种变化，并且带有杀招，十方无敌，瞬秒绝顶高手，强悍绝伦。在10年修为加持后，虾人的气息开始疯狂攀升。不出片刻，虾人宛如宗师起身，眸子变得精神有力，体魄也更加壮硕，居然直接6阶筑基境了！10年修为绝对不会提升这么多，一定是纯阳圣体的缘故。虾人一脸兴奋。正当他拿着淬体丹想要服下的时候，门外有人喊道：“虾御医，皇后有旨，让你过去一趟。”没完了是吧？皇后又找我，真是麻烦。人只要在后宫就别想安稳，除非是嗝屁了。就在虾人头大之时，系统的选项也随之而来。1. 拒绝皇后的邀请，获得身法鬼影迷踪小城。注意，被皇后记恨上，在后宫将永无宁日，闲时嘎掉，存活率不到1成。2. 答应皇后的邀请，获得9阶法保护心境。注意，去了皇后那里要察言观色，一不小心也会被刺死，存活率不到3成。看来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了。走出房门，门外站着穿着蓝衣的宫女，从她鼓起的太阳穴，还有修长且白玉的不像话的手，就能看出这宫女是个高手。手这么白，起码试过了金骨境界，不知是否过了4阶丹气。一个宫女都这么厉害，那些侍卫、千户、统领该有多强？虾人刚刚有了力量后的自信又压了下去。宫女也在打量虾人，本来冷漠的神色，看见虾人俊朗的脸庞后，微微闪烁了一丝，语气明显变得柔和起来。虾御医，这边走。劳烦姑娘了。虾人温和的笑道，尽量变得和蔼一些。皇后的寝宫乃是凤坤宫，与皇帝的乾天宫距离最近，在整座皇城属于第3高的建筑。刚入凤坤宫的大门，虾人便感觉自己里里外外被一道目光扫了个遍，不知道是皇后的还是其他高手在查探他。虾人低着头不敢多看，默默跟着宫女来到宫殿门口。虾御医，皇后娘娘在里面等着你呢，进去吧。宫女毕恭毕敬地说道。虾人点点头，跨过门槛，小心翼翼地步入宫殿，但发现主殿没人。这皇后不会一样躺在床上吧？这后宫的女人每天没事做，不能起来锻炼下吗？虾御医，进来，本宫在后面。果然，殿后传来声音。虾人小心地来到殿后，不出意外，又是一间更为大气的闺房。不过，床榻方方正正，被一层屏风遮挡，只能看见大概。皇后则是没有像莲贵妃那般妖娆地侧躺在床榻上，而是大大方方地坐在那里。两侧还站着4位宫女，她们手里捧着奇异的石块，石块散发着浓厚的灵气，在虚空形成玄奥的纹路，环绕在皇后的躯体周围。虾人猜测这是一种淬体或者促进修为的手段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是。抬头，本宫看看，这太医院什么时候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了？本宫居然还不知道。皇后的声音很沉，听起来很威严，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。虾人微微抬头，四目相对，皇后的容颜映入脑海。真不愧是大前皇后，这张脸虽然算不上祸国殃民，但绝对是母仪天下的气质。这大前皇帝的眼光还真不错，这太适合当皇后了。但虾人马上移开眼睛，害怕被误会。不错，长得还真俊俏。你爹被挑虾线之前让你入宫，也算是继承了他的衣钵。不过你这医术到底如何？本宫倒是想检验检验。皇后娘娘，医术通常都是越老越吃香，小的在太医院也只是打打杂，还在学习阶段。哦，一个打杂的就敢给莲贵妃诊断乃是有孕？皇后的声音带着一丝压力过来。虾人早就做好了准备，面色不红地说道：回禀皇后娘娘，生育这些把脉乃是医术中比较简单的，只要会看脉搏，基本都能确定，所以不是什么难事。哦，好，本宫考考你。皇后拍了拍手，门外有2太监带着一位身着麻衣的女子过来。女人面容胆怯，畏惧地看着四周，看得出这个女孩年纪不大，也就15、16的样子，眼睛很明亮，但有些瘦弱。虾人知道这是皇后在检验她的医术，一旦她看不出这个女人的病，那么她就会被定罪，而莲贵妃的怀孕之事就会不攻自破，从此不会影响皇后在后宫的地位。这位女子是我的下属，刚刚在宫外随便找到一位，她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你看看她是有孕还是无孕呢？是皇后娘娘。虾人走过去掐住了女子的手腕，不出午隙，虾人拱手道：回禀皇后，她没有身孕。来人，让张御医、黄御医上来诊断。不一会儿，走来2位老年人，当看清2人面容后，虾人诧异地问道：二位不是身体有恙请假了吗？这部宫内事务繁忙，我来为朝廷效力。
张玉一尴尬地说道。王玉一似乎不怎么喜欢虾仁，自顾自地握着女人的右手腕。时息过后，王玉一道：回禀皇后娘娘，这位女子亦有身孕。张玉一同样表示：的确有身孕啊，虾贤侄，你这把脉的本事还得练啊，只怕连贵妃那里你是看错了哦。哼，看来虾玉一医术不精，怀孕是否都看不来，属实没必要留在太医院了。你今日起可以离开大乾皇宫，本宫也不追责于你。虾仁一听自己被逐出宫，这哪行？只怕出门不到1天就被暗杀了。这朗朗乾坤莫非王土，再哪能活下去？他还是清楚的，当即反驳道：皇后娘娘，此女必然未孕，臣敢以性命担保。胡说八道，老臣分明是把的西脉。张玉一，你呢？我也是，虾医生，这位女子谁来都是喜脉，并不是我们2人欺骗于你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让其他太医再来试探。皇后娘娘起身走了下来，略带威严的眸子看着虾仁。也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虾仁，本宫怀孕了，你的种在这皇宫中再没有谁比你更适合让本宫怀上了。你今天若是不答应，恐怕出不了这个门。这个虾仁刚穿越到大前，就卷入到了后宫纷争之中。先是被妩媚动人的贵妃逼着生猴子，而后刚回到住处，就又被皇后召唤了过去，并且给她设了一道死局。皇后娘娘，此女必然未孕，臣敢以性命担保。哦，也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因为这位女子还是处子之身。此话一出，但女子露出一丝诧异，眼底泛着外人看不见的精芒。张太医与王太医面面相觑，随后大声指责道：胡说，虾医生，我行医50年，难道还能判断错是否有孕？胡言乱语，简直可笑！你以为你是谁？孕妇都能说是厨子，那孩子难道是被你从嘴巴塞进去的？皇后没有惊讶，而是平和地问道：你说他是处子之身，你的理由呢？虾仁耐心地对女子说道：姑娘，我是妇科大夫，我看你什么地方都和看猪肉一样，麻烦搬个椅子来。一听要上手检查，那女子慌忙摆手：不行不行。皇后也是脸一黑：换个办法吧，否则只能算你胡说。皇后娘娘，依着人心，其实检查一下也不是不行。闭嘴，本宫说不行就是不行。眼见皇后好像生气了，虾仁见状只好随口说道：经历过人世的女子与处子的气味都不相同，处子清香是独特的，而且我触碰这位女子的时候，她很害羞，显然很少接触男人，甚至是第一次接触。虽说她的脉搏是怀孕了，但脉象在某些情况也会出问题，做不得真。虾仁暗道：还好系统给了我纯阳圣体，对于女人的情况有着特殊感应，在触碰的瞬间就能感觉这个女人元阴饱满充足。两位太医正要反驳的时候，那位乞丐式的女子对着自己眉心一点，瞬间变成了一位娇滴滴的长发姑娘，清纯可人，活泼灵动。哎呀，皇后娘娘，这小子还真有本事，我的方法被他看破了。皇后娘娘，这不是泰宁公主吗？张太医2人一惊，同时心里一沉，如此一来岂不是被虾仁比下去了？你们2人没看出来，不怪你们。不过虾御医的医术的确是远超你们。张太医2人低着头，也不辩解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但前因后果也都很明显了。这明显就是针对虾仁的局，只是没想到被他破了。虾御医，你的确有几分本事，那连贵妃当真怀上了？皇后还不死心，再次询问道：千真万确，她确实怀上了，臣不敢妄语，6回总有1回中了吧？泰宁公主叉腰站在虾仁身前，打断了皇后的问话。你说我身上有香味，我怎么没闻到？因为公主天生丽质，微臣鼻子灵敏，当然不是老头子可以察觉。虾仁正色道。张太医2人冷哼一声，脸上有些挂不住。听见这样的夸赞，泰宁公主脸色一红。我才不信，皇宫内漂亮女子多了，我算什么？不，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大前女孩，比天上的仙子都要漂亮。虾仁态度诚恳，他此刻定要好好的夸赞这位公主。光泰宁在皇后身前肆无忌惮的态度，就能知道泰宁地位非凡。泰宁公主闻言，眼皮眨了眨。可是皇后娘娘比我好看多了，你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，泰宁公主的刁难。1. 表示泰宁说的对，你的确比皇后好看，获得驻颜丹1颗。注意，但有可能被皇后气恨上，被抓住把柄，会以万倍酷刑报复回来。2. 否认，说皇后比她好看，你不如皇后，获得太清散3颗。注意，会被泰宁公主记恨上，往后的日子会遭受非人的虐待。3. 巧言令色，自行化解这场危机，获得10年时间修炼经验，可自行分配。注意，生死自己掌控，说不好
活不过当日。虾人咳嗽一声，抱拳说道：皇后娘娘的美是令人臣服，心里自发的美，皇后娘娘需要记在心里，而不是惦记她的美貌。何况她本就是后宫之主，大前第一夫人，这美貌的排名何不让给年轻人？当然了，泰宁公主若是与年轻的皇后遇见，那自然是双凤出海。可惜二人不在一个时代，无法对比，让我心里的感受都不同，谈何比较？虾人一番话下来，让皇后娘娘听得忍不住轻笑起来，泰宁公主更是嘴角上扬，忍不住发出笑声。一旁的两位太医也是一脸震惊，暗骂这小子的嘴什么时候如此滑溜，这马屁拍得一愣一愣的。唉，可是容颜再好，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袭。否则陛下为何日日不来这凤坤宫，而是多次前往青兰宫呢？我这个当姐姐的心里还是有数的，自当不如泰宁公主。虾人见此，连忙道：皇后娘娘，您太谦虚了。若是明月上有宫阙，那只有您能入住，可这天上的宫阙也无法支撑得起您啊！皇后看着虾人那俊朗的外表，眼眸闪烁异样的光泽，她第一次被人如此夸奖，小嘴倒是挺甜。这话听着就是恭维和奉承，可架不住好听啊，让她心里暖暖的。与大前皇帝成婚多年，却从未享受过女人该有的呵护，每天不是勾心斗角，就是面对无趣的生活，除了修炼就是修炼。若不是为了家族联姻，她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张太医，你二人先下去吧。张太医、王太医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不安。直到走出凤坤宫，张太医不爽地骂道：这小白脸怎么这么会说？老夫要是有他一半的口才，什么女人泡不到？嘘，小声点。皇后留他估计是想利用他对付莲妃。皇后是什么人？不说她本身实力如何，就是她的家境和身份，也不会让她轻易被一个小白脸勾走。看情况吧，若是这下人真的让我们在皇后面前失宠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。他爹不就是太过冒进，口无遮拦，才被人挑了下线呢？虾羽衣，你留下，本宫想和你聊聊。皇后拦住了想溜走的虾人。泰宁也出去，会虾羽衣有大事谈。啊，我不要，明明还挺好玩的。泰宁公主很倔强，一双大眼盯着虾人，忽然她灵光一闪，那这样，皇后娘娘，这御医很聪明，你用完了送去我那里好吗？不行，虾御医不是什么太监，怎么能随便差遣？而且你是公主，以一个御医玩闹，成何体统？皇后严肃地说道。我不管，你不答应，我就不出去了。泰宁公主抱着手，嘟着嘴说道。行了，怕你了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让梅兰二人送她过去。得到皇后的准许后，泰宁公主才兴冲冲地离开，走的时候还对虾人眨了眨眼，只留下一脸茫然的虾人。我的妈，不会皇后也要对我那啥吧？我只是个御医，不是什么绝世美男李寻欢，不至于这样吧？虾人内心狂喊。这个虾人穿越到仙武世界，先是被贵妃摆了一道死局。虾御医，在这皇宫中，再没有谁比你更适合让本宫怀上了。你今天若是不答应，恐怕出不了这个门。而后竟又遭到了皇后的威胁。泰宁公主走了以后，皇后带着虾人来到后面的会客厅。皇后看虾人一脸拘束的样子，不由笑道：怎么，刚刚还甜言蜜语，这会哑巴了？莫非刚刚都是骗本宫的？微臣不敢，我都是肺腑之言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你这油腔滑调的，本宫都怕真被你这哄开心了。莲贵妃怀孕肯定是假的，若她真有子嗣，那肯定是其他野男人的。虾人不敢回话，心中琢磨，皇后大概率是相信莲贵妃有男人了。虾人，本宫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帮我查出莲贵妃身边的野男人，一旦你找到了，别说小小的太医院，让你前往朝堂，正三品的官职也不无可能。你要知道，官职越高，修炼资源越多。在这个实力至上的世界，你有了权力和资源，实力修为自然就会有了。虾人不敢拒绝，但也不敢马上答应。他不知道皇后是否在继续试探他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选项也随之而来。拒绝皇后获得奖励，肉身强度提高1%。注意，拒绝皇后不出3日，极有可能被高手暗杀，走火率1%。答应获得奖励，寿命提高30年，习得龙象镇狱境。注意，答应了皇后会有不断的差遣你今后的生活如走钢丝危险。没有第3选项，看来只能选2了。微臣帮娘娘打听这些倒没问题，只可惜微臣能力弱，打探不了什么。夏雨衣，你谦虚啊，莲贵妃可是很看好你的，请求陛下专门让你为她调理身子。除了你，还有谁最合适呢？只要你帮我办成了，重重有赏，我这还有2杯咖啡先赏给你喝。
这事他都能知道，这才过去多久啊？皇后的眼线也太深了吧！还好我和莲贵妃的事没被发现，不然完犊子了。娘娘，你这咖啡确实美味，喝了之后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人也年轻了好几岁。你喜欢喝就好，只要是办好了，我这的咖啡随便你喝。可是娘娘，你这咖啡很贵吧？在下不敢贪享。你就放心吧，这都不贵。我用了省钱神券，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汉堡、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，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没想到皇后娘娘消息如此灵通，在下必当全力以赴。你只要为我效力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记得你还有个姐姐是吗？在城外独自生活，没什么特长，若是方便，可以让她入宫在我这里做个差事。虾仁记忆中的确有个姐姐，乃是父亲在行医的时候路边捡的。只不过姐姐脑子不太好，做什么事都很呆，好在知道下游往家里跑，会做饭、家务活等等。我姐姐天生愚钝，什么都不会，若是来了宫内，只怕什么话都说，实在不方便。既然继承了原主的记忆跟身体，虾仁就要对原主的亲人负责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他还是不想将原主的姐姐卷入后宫这种是非之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勉强。不过你记着，要是搪塞我，下场会很惨的。虾仁内心一惊，皇后的气场对于目前的他来说是没办法抗衡了。虾仁不自觉道：“娘娘放心，我一定会不让您失望的。”不错不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下去吧，有事我会让梅兰竹菊通知你的。虾仁赶忙起身，结果刚走出2步，皇后突然问道：“夏玉一，我美吗？”当然美。虾仁下意识回道：“若是本宫不是皇后，而是一个无夫之妇，你愿会喜欢我吗？”虾仁内心一惊，怎么后宫的女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呀？你们是有多缺爱啊？微臣当然对皇后一片忠心，哪敢不喜欢？虾仁子自问这个回答天衣无缝，可皇后追问道：“你知道的，我问的不是这意思，我说的喜欢是男欢女爱的喜欢。”这皇后娘娘，微臣不敢说喜欢，可心里的活动骗不了自己。娘娘毕竟是一国之母，我不敢贸然亵渎。若真是一个普通女子，能得到皇后这样的佳人，是我虾仁10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这则真甜，没说会道的，弄得本宫心痒痒。可惜呀，可惜。唉，你下去吧，记住我的话，否则我不会饶了你。本宫要杀你，比捏死蚂蚁简单多了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虾仁走出凤坤宫的那一刻，感觉世界都亮了，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。皇后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，甚至是最后的忽然袭击，让他到现在都不懂皇后的用意。那些看似勾引、一副渴望爱的举动，一定是有其他用意。来不及细想，现在只能跟着皇后的贴身宫女梅兰二女前往泰宁公主的寝宫太玄宫。你终于来了，快来陪我玩！泰宁公主蹦蹦跳跳的冲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根长鞭，看得虾仁心头直跳。梅兰二女对视一眼，幸灾乐祸的说道：“萧大人，我们就送你到这里，祝您玩得愉快。”哎，别走啊！虾仁话还没说完，梅兰二女以极快的身法不见了。快进来！公主殿下，微臣还要回去磨药，不然耽误了工作。让你进来就进来，听到没？快点！泰宁公主将鞭抽地上，那坚固的地板顿时多了一条宽5寸的沟壑。这一鞭子打在身上，不得青一块紫一块啊！虾仁无奈的跟了上去。泰玄宫人不多，除了一位宫女外，还有2个鼻青脸肿的太监。2太监看见有新人来了后，皆长松口气，似乎得到了救星似的。虾仁看到这一幕，停在门口，迟迟不敢进泰宁公主的闺房。泰宁看出他的顾虑，解释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打你的。这2个太监不听话，才被我打。你是御医，不是太监。我打了你，被父皇知道，还会惩罚我的。你放心好了。”这虾仁迟迟不敢进去。泰宁公主生气了，她本就不高，1米6出头，只到虾仁脖子下巴，仰着头瞪大眼睛狠狠盯着他。虾大人，本公主的话你不听了吗？不敢，可是孤男寡女不合适吧？虾仁看着泰宁公主身后的房间，一阵迟疑。房屋内漆黑一片，好似深渊巨口要将她吞噬。不进来是吧？泰宁公主抬起脚尖，脱下穿在脚上的白色长袜，随后揉成一团。你不进来的话，我就把袜子塞进你嘴里，让你一天都不许吐出来。虾仁认命的叹了口气，随后默默跟着泰宁公主向屋内走去。他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，但心里明白，就算不死，也绝对会掉层皮。虾御医，进屋来陪本公主玩。你不进来的话，我就把袜子塞进你嘴里，让你一天都不许吐出来。虾仁认命的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跟着泰宁公主准备进屋。公主殿下，莲贵妃身体不适，急需虾御医去医治。泰宁公主狐疑的看了一眼虾仁，你肯定是故意的。哼！
泰宁公主的好事被打扰，她十分恼火，愤怒地对着小红说道：告诉你的莲贵妃，夏御医现在是我的人，等他陪我玩一会儿了，我再还给他。小红见状不卑不亢地说道：公主殿下，莲贵妃怀的是龙子，目前其他御医贵妃不放心，若是耽误了病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泰宁公主虽然任性，但也识得大体，她不甘心地白了一眼虾仁。你去吧，等下次有空了我再找你。谢公主，微臣下次一定陪公主好好的玩。哦，你说的哦。泰宁公主眼睛一亮，又开心了起来。公主如此可爱，臣当然不会说谎。虾仁笑道，他可不想把这位爷得罪了。小女孩就是好哄，比那些宫中女人单纯到多了。很快，虾仁跟着小红再次来到亲鸾宫，莲贵妃依旧慵懒地躺在床上。虽然已经尝过味道，但再次相见，虾仁依旧被莲贵妃迷到了。虾郎，你看我好看吗？莲妃娘娘，您当然好看。哼，敷衍。这次我要不是去救你，你能从泰宁那女娃的手里安然无恙的出来？莲贵妃起身，缓缓走到虾仁身前，纤细白皙的手掌揉了揉虾仁的脸庞，看着虾仁木讷的表情，忍不住扑哧一笑。莲妃娘娘，还叫我莲妃，奏我心愿。虾仁吞了吞唾沫，新月，这会都快天黑了，不好吧？我知道不好，怎么不能碰一下你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可以就行了，别说话，吻我。2分钟后，莲贵妃慵懒地躺在床上，一双美眸痴迷地望着虾仁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这个帅气的美男子越来越痴迷了。虾仁，泰宁公主虽然看似人畜无害，但下手不知轻重，有好几个太监都被她折磨死了。你下次可别傻傻的去了，知道吗？泰宁公主在宫里的势力如何？她呀，最不能招惹的就是她。总之，她是特殊的，就算皇上都不敢惹她生气。这么严重？虾仁心里一惊，还好自己处理得当。皇后喊你过去，问了你什么，让你揭示我，是吗？莲贵妃一脸深意地望着虾仁，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也随之而来。一、大方坦白，获得奖励降魂果。注意，坦白后会获得莲妃的更多好感。当彻底倾心你时，可以解锁其他功能。2、撒谎，获得奖励凌波微不小成。注意，撒谎后莲妃会对你有所怀疑，两人之间会有猜忌，可能不信任你。最后，为了保证肚子里孩子的秘密，将你杀掉。虾仁看到这个消息，倒吸一口凉气，不是因为系统的功能，而是因为系统说了莲妃肚子里面的孩子。这才多久，怎么会有孩子呢？系统似乎知道他的疑惑，提醒道：系统只是猜测，肚子里是否有孩子，还得15日才知晓。闻言，虾仁松了口气，他还真不想要孩子。皇后让我监视你，而且虾仁把皇后的意图全说了出来。莲贵妃闻言后，倒没有意外，反而像猜到了似的。哼，这个老妖婆还以为能策反你，你可是我的小情人，怎么会背叛我呢？是不？那是当然，新月可是我第一个女人呐。莲贵妃闻言也是甜蜜一笑，心中对虾仁的依恋更深了，对虾仁的称呼都变了。虾郎，你可真是让我沉迷。新月，皇后那边你放心，我不会露出马脚的。虾仁赶忙岔开话题，再这样下去，今天恐怕走不出亲鸾宫了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你太坏了。这才多久，让本宫的心都彻底融化了。我真希望你能一直留在这里陪我。我该走了，时间长了会有闲言碎语，我们的事还是要小心点。虾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直觉告诉他，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问题。虾郎，你放心吧，我连新月以后可不会让皇帝碰我一下的。虾仁闻言也不敢正面回答，毕竟现在自己实力低微，可承受不起莲贵妃的爱意。行了，我们这样光天化日的，迟早露馅，我得回去了。虾仁回到太医院时已经傍晚了，忙活了一天，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今天过的精彩程度比前世一辈子还要丰富。没想到莲妃这样漂亮的女人成了我的，纯阳圣体果然不凡，明显感觉到她对我更迷恋了。虾仁感叹之余，打开了系统空间，领取奖励的兴奋时刻到了。系统物品栏中，强魂果，寿命提高30年，龙象镇狱境，魅力加10%，10年时间修炼经验，一共5份奖励，其中除了强魂果、龙象镇狱境外，其他的都是被动奖励。系统提取奖励，很快各种奖励加深，虾仁只感觉自己又强大了不少。倒是寿命提高30年，加在他身上没什么感觉。我对修行境界的寿命还不太了解，抽时间问问莲妃吧，她的修为比我还要高一点，倒是这10年修为怎么分配呢？虾仁沉思片刻，最终下定了决心，5年玄武真功，5年龙象镇狱境，就这样分配。随着虾仁的选择，体内2股力量如滔天江河爆发，他的修为又在做直线般开始上升。最重要的乃是他的肉身也在有着鲜明的变化。他的躯体没有变得肿大，依旧如常，可现在的骨骼、血肉、五脏六腑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蜕变，特别是心脏跳动起来如洪钟大人的声音。再加上他本就是纯阳圣体，
如今得到了龙象镇玉镜的增强后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我的肉身这么强了，好硬啊！修为也达到了8阶巅峰，只是这境界往后越来越困难。只是我这8阶通灵，再加上一龙10象之力，不知道究竟有多强。找个机会一定要试验一下。按捺下心中的蠢蠢欲动，虾仁准备躺下睡觉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。虾御医睡了没有？虾仁，本宫怀孕了，你的种……这是我见过最惨的虾仁，刚穿越就被贵妃娘娘算计。虾御医，在这皇宫中，再没有谁比你更适合让本宫怀上了。你今天若是不答应，恐怕出不了这个门。而后竟又被皇后威胁。本宫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帮我查出莲贵妃身边的野男人，记着，要是搪塞我，下场会很惨的。这还没完，本以为终于可以回去休息，结果半路又被大前第一小魔女泰宁公主召去。虾御医，进屋来陪本公主玩。你不进来的话，我就把袜子塞进你嘴里，让你一天都不许吐出来。应付完后宫这3位女人后，虾仁刚回到住处，不料竟差点被同僚害了性命。张太医有事吗？虾仁走出房门，警惕地看着门口。这不是太医院的人都回来工作了？皇上之前说让我们研制可以解决经脉杂质的药物，想让你也过来看看。张太医，我虾仁只是个新兵蛋子，你们这些老前辈钻研就够了。虾仁感觉很不对劲，自己初来乍到，这些老东西不会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虾御医今日在皇后那里大展神威，我们太医院可都是知道的，你不来岂不是损失？我和王太医、薛太医都在等着，你不来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？虾仁虽然不清楚张太医什么修为，但此刻的他在张太医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压力，加上太医院的人仙武修炼本就一般，因此虾仁心里其实一点都不慌，他也想看看对方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张太医见状一喜，跟我来吧。太医院不大，很快张太医带着虾仁已经走出了太医院，来到皇宫一片寂静的无人之地。张太医不是说讨论医术吗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哼，瞎闲职，皇后留下你，与你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你最好老实交代，还有莲贵妃的怀孕到底是真是假？与此同时，周围又走出2人，一人是王太医，还有一位虾仁也有点印象，此人姓薛，在前身的记忆里，这薛太医还曾经去他家拜访过，2人手都背在后面，很有可能拿着凶器。老实交代吧，不说清楚，太医院最多猝死一个小御医，谁也不会知道。就像你爹被调下线，谁去过问呢？我爹是怎么死的？虾仁沉声道。你知道了又如何？说说皇后的事和莲贵妃的事吧。张太医冷笑一声，看向虾仁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死人。我看我就算说了，你们也不会放过我，毕竟我让你们在皇后面前失去了信任，是吧？虾仁早就看出了这2老东西的小心思，在皇宫内比的就是心狠，只是没想到这2老东西如此迫不及待的出手。哟，很聪明啊！你若是老实交代，死的会轻松些。薛太医走上前，手里拿着一把寒光森森的长刀。薛太医，别冲动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送你一个好东西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哦，那得看看你送我的东西够不够买你的命了。够了，绝对够了！就是这个春水堂等伸手办，指尖出玉，惊叹那份触手可及的细腻柔滑，每一寸肌肤都有顶级铂金硅胶精心铸就，还原最真实的体温触感，灵动眼眸轻启，朱唇微扬，仿佛能读懂你的心意。108处精密关节赋予它如瑜伽般舒展的生命力，每一个姿态都在诉说无声的故事，它的存在本身便是对真实触感与无限可能的温柔诠释。静待开启一段只属于你的细腻入微的陪伴时光，明晨抵经解锁它的细腻体温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老夫太喜欢了。既然如此，突兀起来的一幕让虾仁都愣了。张太医大吼：“你疯了，薛老匹夫！”哼！薛太医并未回话，刀芒四溢，划破长空。这一番刀法在虾仁眼中威力不咋地，他感觉一拳都能击溃。才6阶啊，这太医院的力量如此一般吗？干掉2人后，薛太医气喘吁吁地走来。撒先知，我和你爹是好友，此事没人知道。还好我和这2个老东西表面兄妹，不然这一次你就完呀！老虾估计要绝后了。多谢叔叔了，我爹是怎么死的，您知道吗？我一会儿跟你说，先把这里收拾好。很快2人将尸体处理完，薛太医带着虾仁来到自己的住处。孩子，我很佩服你爹，你爹是个很正直的人，但正直的人在宫中活不长，所以他被人挑了下线。别看我们太医院在皇宫不大，但里面的油水多着呢，甚至关系到朝廷以及外界的草药利润。这么说你懂了吧？虾仁试探地问道。
是不是一些没用的药，或者价格实则很便宜的药爆出天价？薛太医深深吸了口气，你说的只是冰山一角，比如现在朝廷对外售出最多的聚气散，还有仙灵草。大部分皇室用的聚气散比售出的聚气散功效好上100倍不止，但价格却是一样的。虾仁一脸震惊，他自己手中也有颗聚气散，不过是在外面买的，价格很贵，需要300钱币。虾仁每个月的俸禄也才100大钱币，但这已经是普通人中高薪阶层的1年收入了。大部分平民百姓1年也就30块大钱币，辛苦10年换来一枚聚气丹，只有皇室贵族的1/10效果。这要是爆出去，只怕天下人都要震动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有许多灵药漫山遍野，根本用不完，但被卖得极贵。这些都是小操作，而你的父亲居然希望皇上放开这些资源，让全天下一视同仁。你说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这虾仁一阵无言，没想自己老爹如此刚猛，这明显触动了所有人的利益，想活都难。不过他还是很敬佩的，若是他，可绝对做不到这些。现在你还要问你爹报疼吗？起码知道是谁下的手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要说挑你爹下线的凶手，那朝堂之上所有人都是，但直接凶手是我们太医院的院长。虽说你爹上奏后，皇上没说什么，诸位大臣、王爷、诸侯也没说什么，但我们院长为了巴结上面，则是不等他们表态，直接找人动手了。动手的乃是镇神司百户长李余良。虾仁疑惑道：镇神司又是什么部门？这个部门权力大着呢，朝中藩王贵族势力众多，而皇上为了控制这些人，成立了镇权司。这个部门负责保护皇室的安全，同时还肩负着彻查臣子的职责。虾仁恍然，这不就是和锦衣卫一样吗？但实力要比锦衣卫强大许多。那除了镇神司，还有厉害的太监部门吗？唯有太监都是贫苦百姓才做的，你的牛子都没了，如何修炼？男人缺了这东西，最多修炼这3阶神力，根本无法运气。原来如此啊，薛叔叔，这一次多谢您帮忙，大恩不言谢。你比你爹灵活多了，不要犯傻，好好活下去，娶个老婆，留个后。在这宫里啊，谁都不敢说活到明年。薛太医语重心长地对虾仁说道，虾仁能够感受到对方语气之中的真诚。知道了，薛叔叔，我会小心应对的。对了，太医院院长的修为如何？他是过了9阶的高手，灵台境。我们太医院实力不咋地，主要厉害在制毒，而那位百户长李余良修为是9阶神变。这李运良在太医院捞了不少好处，很可能近期已经突破到了灵台境。听了薛太医的介绍，虾仁对太医院整体的实力有了大概的了解，只要沉淀下去，默默发育。不过早的暴露实力，虾仁有很大的信心活下去。这个虾仁也太惨了，只因长得太帅，刚穿越就被贵妃娘娘逼着就范，如今竟又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惦记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虾仁请了假，准备回去看看这位素未谋面的姐姐。走出宫门，虾仁感觉压在脑袋上的秤砣消失了，舒服多了。皇宫内太压抑了。虾仁一路小跑来到自己的家。姐姐快开门，我是姐夫。啊呸，我是虾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大门被打开一丝缝，一个小巧的脑袋探出，月牙般的眼睛好奇看着外面，见是虾仁，门后的倩影把门打开走了出来。虾仁定睛看去，姐姐身着布衣，精致小巧的脸透着成熟与凄美感，也许是在家太过操劳，加上穿着粗布麻衣，脑后的头发高高盘起，看着倒像是个已婚妇人。朱小萌眼底闪过喜色，连忙走上前拉着虾仁，弟弟快来，姐姐给你吃大肉包子。我这姐姐如此刚猛吗？进屋后，朱小萌开始忙里忙外，看着朱小萌忙碌的背影，虾仁心里暖暖的。不一会儿，一盆羊肉跟一盘大肉包子被朱小萌端上餐桌。快吃吧，这大肉包子你最喜欢了。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，所以没准备太多。那你还准备大肉包子？虾仁没好气地说道。因为你最喜欢吃这个，所以我每天都有做。再说，我也喜欢吃。听着姐姐的关怀，虾仁忍不住湿了眼眶。这是他穿越过来以后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馨，有姐如此，还求什么？虾仁，你这一次去宫里，多打包点我给你做的小吃，你每次回来都会瘦，显然在宫里吃的不好。吃饱喝足后，姐弟两人坐在屋顶，享受着难得的温馨。宫里人多，不是我不带，一不小心就会有人拿一些莫须有的东西陷害你。唉，好吧，那你在宫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可不能累坏了身体。你放心吧，姐。咦，我发现你这次回来身体倒是壮了许多。朱小萌捏了捏虾仁的手臂，以前一握都能捏到虾仁的瘦骨，现在不仅有肌肉，而且还很硬。你练武了吗？
朱小萌惊异地问道：练了一些吧，没点武艺傍身也不安全。那也是，不过你以前资质就不好，爹教了你几年一点都没长进，好在你医术天赋还行，不然啊，你也没办法进宫。姐，你在家也要好好吃饭，你看你瘦的。我哪里瘦了？朱小萌叉着腰，挺着胸脯不乐意地说道。虾仁赶忙低头，自己这位姐姐脑回路还是跟以前一样特别。这就是平凡的生活吧，日常吃饭、家务、工作，回来陪伴。虾仁眼神复杂地看着朱小萌，如果可以，他也想过平凡人的生活，跟姐姐一起相依为命，好像也不错。虽然姐姐是父亲捡来的。转眼到了2更天，虾仁打算洗澡睡觉。就在这时，朱小萌主动提来一桶水，顺手就去解虾仁的衣服。姐，我自己洗吧。虾仁闪躲地说道。在记忆中，从小开始便是姐姐帮他洗澡，都习惯了。如今都这么大了，虽说是姐姐只是帮他擦背，饶是如此，虾仁依旧很不好意思。从小到大一直都这样啊，你不喜欢姐姐了吗？朱小萌瞪大眼睛，那双眼中涵盖着些许惊慌、委屈、神伤。不是。虾仁连忙摆手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让姐姐帮忙洗澡，获得先锋云体术小成。注意，姐姐洗澡可以增进感情，若是姐姐与你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，可解锁姐姐新功能。2. 帮姐姐洗澡，获得妙医圣手。注意，此方法慎重，可能增加2人感情，也可能会破坏感情。姐姐生气的后果很严重。你这系统是正经的吗？选项2不应该是不同意洗澡吗？这和反向的中有什么区别？别吵，让本系统说完。3. 拒绝洗澡，获得3千钱币。注意，会伤害姐姐，让她伤心，会以为你不喜欢她了。哎，这次的奖励好少啊！看着朱小萌那有些发红的双眼，虾仁不忍地说道：那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就擦背吧。那好吧。朱小萌眼里闪过一丝失望之色。你等我自己脱好了，我进浴桶了，你再转身。朱小萌知道虾仁不好意思，只好转身。虾仁，你长大了，以前你可不在乎这些。我本来就长大了，以前是以前，虽然你是我姐，但我们也是男人和女人，一直这样不好。关键是现在的虾仁不是以前的虾仁，以前的虾仁从小和朱小萌一起长大，在他眼里，朱小萌真的和自己弟弟哥哥一样，但现在的虾仁可做不到。朱小萌哪怕不打扮，都有着堪比莲贵妃的面容，虽然穿着粗布麻衣，平时吃的不多，但该有的地方一样不弱。特别是一委屈，眼眶发红的时候，看得虾仁于心不忍。很快，虾仁坐在浴桶内，背后传来舒服的触感。你的身体比以前好太多了，以前我都能看见你背部的骨头，你现在背部的肌肉都厚实许多。咦，你的皮肤也好光滑，摸着好舒服。朱小萌忍不住在虾仁的背上揉来揉去。现在的虾仁身体对女性会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，看得朱小萌情不自禁。姐，你搓背就搓背，别乱摸啊！姐，后面就行了，前面我自己来。我忘了。洗完澡回到房间，虾仁拿出了一颗淬体丹给朱小萌。姐，你把这个吃了吧。你这丹药怎么来的？你1个月100钱币，这一颗相当于你100天的收入了吧？捡的。虾仁也不知想什么理由，随便说道。哎，总之你别管我怎么来的，你快吃了吧，我也洗好了，先去睡了。对了，今晚还是分房睡吧，毕竟我们都大了。虾仁记得之前2人还是一起睡的，毕竟从小到大习惯了，但虾仁自己不习惯。这么一个美女睡在身边，虽然名义上是姐姐，但并无血缘关系，看名字就知道了。被前身父亲捡回来的时候，脖子上挂着朱小萌3个字，说明她也是有故事的。可朱小萌一听这话不乐意了。你说什么？分房睡？我们一起睡了20年，你竟然要跟我分房睡？姐，我们是大人了，哪能还跟以前一样呢？你以后是要嫁人的，被别人知道了多不好。哼，闭嘴！我不管，你1个月本就回来1、2次，你还和我分房睡，你这是在冷落我，还当我是你姐不？朱小萌脸色冷得吓人，在虾仁的记忆里，她从没见过姐姐如此过，吓得虾仁一个机灵。姐姐什么时候这么恐怖了？姐，我们都这么大了，男女有别，还是分开睡吧，被外人知道了不好。唉，虾仁，你长大了，从我被父亲捡到时，咱们就在一起住的，现在你竟然开始嫌弃姐姐了。不是的姐，你以后是要嫁人的，咱们这样真的不好。虾仁，你实话告诉姐姐，你是不是有女人了？没有啊姐，为什么这么问？虾仁有些心虚，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与莲贵妃那事不是他故意的。可看着朱小萌微微发红的眼睛，心里的愧疚更浓郁了。你少装，洗澡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已经不是男孩了。虾仁总觉得朱小萌的语气有些暗淡。姐，我看着朱小萌微红的双眼，虾仁不知道该作何解释。说那个女人是谁？我要杀了她。虾仁看着朱小萌认真的眼神，第一次看见朱小萌如此生气。不会他把我当作丈夫了吧？2人从小相依为命，每天吃住都在一起，虽然名义上是姐弟，但并无血缘关系。回来的时候，朱小萌给他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家务、洗澡，这一切的一切比一个妻子做的都到位许多，简直比贤妻还贤妻了。
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随之而来：一、承认自己和莲妃关系，获得奖励星月之谋。注意，承认后会让朱小萌对莲妃产生敌意。二、编造谎言，获得奖励河东狮吼大成。注意，谎言只会让朱小萌最后感到生气，而且对你失望。若是被他发现真相，依然会对林星月产生敌意，并且失控。这选二有些严重啊，可第一又担心他做傻事，不过莲贵妃在宫内，两人也遇不到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可是看见朱小萌一脸愤怒地看着他，虾仁的内心很愧疚。姐，我告诉你，可你听我慢慢讲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你说，我对你还是很了解的，你不是那种随便的人，毕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都从未对我动手过。朱小萌说这话的时候，微微侧头，脸颊闪过一丝红润。虾仁把事情的经过全盘说出。朱小萌得知虾仁是被强迫的后，双眸喷火，仿佛本就属于自己的食物被抢走一样。混蛋，这个连心月，我一定要灭了他！他居然让你节操碎了一地，太过分了！姐，你别想那么多，我在宫里能活着就不错了，而且我是男的，没什么的。不行，你必须再去洗一下。我已经洗了很多遍了，不去了，外面冷着呢。虾仁实在不想动，朱小萌呆呆看着天花板，一语不发。虾仁见他反应这么大，忍不住道：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喜欢笑吗？我又不是女孩子，而且那个莲妃跟皇帝也没有发生过什么，我也没吃亏，你别难过了。你不明白。朱小萌喃喃道：你是我的弟弟，你一切都只能是我的。你若是被他勾走了，你就不想回来了，你也不会跟我住了，你也不想吃我的饭，你会和那个女人生崽子成家，而我以后只能孤孤零零的在这院子里面孤独终老。朱小萌的眼眶更红了，似乎有泪花在里面转动。虾仁这哪忍得住，连忙安慰道：我绝对不会抛弃你的，我们都在一起20年了，后面80年、800年都不会变的，我发誓。你确定吗？朱小萌泪眼汪汪地望着虾仁，确定，肯定，万分肯定。莲妃那里，我只是为了保命，我可没想成家。朱小萌闻言重新露出了笑容。虾仁见状也是长长松了口气，心里明白朱小萌这是释怀了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早上，朱小萌天还没亮就起床忙活了，厨房里面燃起了火灶，热水、火炉都被准备好了。等虾仁起床的时候，屋里已经暖和了，热乎的茶水，还有好吃的面条饺子都在桌上。虾仁看到这些，感觉幸福莫过如此吧，甚至有想就和朱小萌一直这样生活下去，不去宫里面的冲动。可他现在已经无法脱身，在皇后与莲贵妃的高压下，敢离开这片区域就是找死。吃饱喝足后，虾仁拿出100大钱币递给朱小萌，这个月的俸禄你拿着吧。都给我做什么？我留下10钱币就够了，其他的你还要在宫内上下打点。你不是说了每个月还要给院长孝敬30钱币吗？朱小萌提醒了，虾仁才想起来，月底的时候要给太医院院长给30钱币。太医院一共70多个御医，每个人给30，这也是2000多的巨款，但该给的还是要给，毕竟现在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行吧，那我拿40钱币，剩下的你给自己多买点好看的衣服、鞋子、胭脂水粉。我打扮这些做什么？天天在家，谁看我啊？白天惬意的日子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到了傍晚，虾仁也该回宫了。虾家大门口，朱小萌不舍得送别虾仁。你在宫里一定谨慎言行，姐姐不在宫里没办法照顾你，可千万别出事了。放心吧，我现在聪明着呢。走在夜色下的道路上格外安静，这个区域虚实已经没什么人出来了。正当虾仁想着回宫后该如何应对太医院院长之时，忽地听见远处有喊杀声传来，那声音熟悉，是薛太医的声音。虾仁几个闪烁，很快来到了薛太医家的院墙上。他刚出现，便被放风的人发现，3把暗器直射而来。虾仁下意识的闪躲，暗器贴身而过。只见楼顶站着一位黑衣人，惊讶的看着他。虾仁展开先锋引体术，虾仁一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脑袋上，砰的一声，黑衣人的脑袋直接凹陷下去，砸在地面一动不动，居然直接死了。虾仁立马翻身进入院落，猖狂！紧紧握着不安的手，猖狂！虾仁踢开房门，顿时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。只见薛太医一家13口全部殒命，包括他那还未出嫁的孙女也躺在血泊中。而薛太医眼看也是活不了多久，看到虾仁进来，薛太医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：快跑，是院长搞的鬼，他发现了我们杀害张太医和王太医的事。薛太医的身边站着一位黑衣长袍戴着面具的男子，想必刚刚出手的就是他了。当他看见虾仁进来后，脸上露出一抹喜色。你来的正好，本就是要除掉这个老不死，
再去找你的，也免得我一番好找。你是李余良？虾仁眼中金光一闪，你居然认识我？你比你那傻爹聪明，而且实力嘛，好像也可以。李余良说着抽出长刀，缓缓地朝着虾仁走去。虾仁并未惊慌，而是用看死人的眼神看向李余良。新仇旧恨一起结算，李余良不诛你9族，老子不姓虾。哼，口气比脚气还大，那就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手中这把刀硬。你不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情报有问题。李余良骇然至极，他乃是半步灵台，居然被虾仁一拳干废。他怎么也不明白，一个废物太医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儿子？说杀薛太医和我到底是为什么？除了太医院院长外，还有谁指使？虾仁居高临下的逼问。李余良也是怕，祈求道：“你别杀我，我就说。”你有资格还价吗？你说了，我可以放过你家人；不说的话，送你9族消消乐。李余良听到家人，明显眼神变得躲闪起来。你说话算数。但你现在没有选择。李余良短暂的纠结后，似乎认清了形势，也不墨迹，缓缓道：“院长刘希给了我1万钱币，让我杀薛太医和你。其实杀你们霍张太医的死没关系，主要你们2人可能是皇后的人。如今在皇宫与皇后闹得最凶的便是莲贵妃，所以这凶手是谁，想必你心里已经清楚了。”胡说八道，除了莲贵妃还有谁？我真不知道啊，我也是道听途说。看来你家人没你主子重要了，你可以死了。虾仁沉声道。见虾仁要杀人了，李余良急忙开口道：“慢着，我说是户部侍郎钟大人的意思，至于是什么缘由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户部侍郎，这可是3品大官了，管理着全国的税收、土地、户籍这些。如此人物为何要杀他们？莫非和院长刘希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？或者说薛太医发现了什么才被灭口的？虾少爷，可以放了我吗？爹，总算为你报仇了，杀你的人已经伏诛。虾仁连忙来到薛太医身边，薛太医还有一口气吊着。见虾仁过来，薛太医脸色红润，似回光返照了。贤侄，你藏得够深呐！不过你这个实力，我也可以放心的把一些事交代给你了。薛叔叔，您说，你爹的死其实涉及到很多人，这些人的能量强大到我们无法想象。院长刘希只是其中一位，但他已经是我们无法逾越的高山了。薛叔叔，那院长我若杀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哼，一个太医院院长，谁做不是做？只要你背景够硬，理由够充足，杀了也就杀了。明白了。薛太医忽然开始咳嗽起来，胸口剧烈的起伏，最后询问道：“我问你，莲贵妃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她确实怀了。虾仁依旧守口如瓶。薛太医闻言笑了，一双暗淡的眸光似乎看穿了什么。只见他喃喃道：“好啊，莲妃好啊。对了，除了莲妃，你或许可以去看看柳妃。”柳妃，她是谁？虾仁刚问完，薛太医便咽气了。死了吗？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了脚步声，虾仁一惊，也顾不得给薛太医收尸，急得起落，便飞着离开。等他走后，又有几个黑衣人从屋顶上翻越而来。当他们看见李余良的尸体后，都露出惊讶之色。死了，好强的力量！看样子是薛太医的帮手。走，去看看虾太医那边。不用去了，刚才有人来报，虾御医已经回宫，能杀李余良，至少是灵台境界，看来还有高手。薛太医死了也算是完成了任务。那虾御医年轻许多，应该不知道那些事，等回去禀报大人再做打算。头头，这尸体怎么办？带走吧。李余良好歹也是镇神司的，被人看见他袭杀太医，影响不好。虾仁回宫后直奔宿舍而去，刚踏入院子，系统居然出了选项：1. 杀刘希，获得金蛇纹软甲。注意，刘希乃是太医院院长，杀了很可能成为罪犯，被关押判刑。2. 跪舔刘希，获得水灵珠。注意，不杀此人可能会失去道心，未来某一天可能会成为心魔。刚回到宿舍的虾仁没想能蹦出这个选项。刘希肯定是要杀的，但要怎么杀还没想好。对方是太医院的院长，这件事只能通过莲贵妃的手了。次日一早，虾仁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凌晨4点的太医院已经开始工作了。虾仁工作的地方是太医院的东侧，这里是炼药的地方。抓起3味草药，开始用捣药杵磨药。一旁也站着和他一样的御医，忙着手里的工作。也许是起得太早，都没兴趣打招呼，一个个盯着黑眼睛，都没睡好的样子。直到早上7点，院长刘希从早朝归来，
身后跟着几个跟班前来巡逻。刘熙长得很胖，眼睛小，在太医院和皇帝似的。身后4个御医满脸恭维。这药怎么能如此处理？你的力道太轻了，我们炼药的时候，万一炸炉了怎么办？用点力。还有你，快点，没吃饭啊！那人指着虾仁骂骂咧咧，虾仁也不回话，手中的倒药杵更加用力了。可那人似乎还不得劲，依旧对虾仁不依不饶。虾仁，你年纪最小，能进太医院本就有问题，如今捣药都不会，不如赶紧滚蛋。虾仁知道对方是在刁难他，现在谁不知道他和莲妃皇后有关系？要辞退他可不是一句话的事，只有激怒他，逼他犯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假太医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能说什么呢？虾仁道：好大的胆子，你还敢质疑我？我行医50年，难道看不出你的问题？贾太医要是不服，不妨让我看看你磨的药粉。贾太医还想说什么，被刘熙打断了。虾仁，你来这太医院也有半年了吧？肥胖的身体，声音都很沉重，一股子脂肪压迫声带的味。是院长。我们太医院每年都会有一次考核，10天后就会开始。到时候你的医术若是不过关，那可要被逐出去的，知道吗？小的知道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刘熙给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，只见另一位御医走上前，拿出一个金箔，递到了虾仁身前。虾仁明白这是收钱来了。虾仁咬牙，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丢了3枚10元份额的大钱币。就这么一会，便拿走了2000多钱币，真黑啊！虾仁看着也心痒痒。虾仁，薛太医没来，你可知道怎么回事？刘熙忽然问道。在下不知。虾仁神色不变，心中思考刘熙说这话是不是故意在敲打他，吓唬他。那奇怪了，最近太医院总是少人，你们都要注意点，别被坏人给害了。是。在太医院工作到下午的时候，虾仁盼星星盼月亮的莲贵妃终于喊人来找他了。虾御医，莲贵妃身体不适，需要您去帮忙调理一番。哦，微臣这就过去。虾仁早就迫不及待，当然不是为了莲贵妃的身子，而是为了杀刘熙。青鸾宫内，若是大前皇帝李承玄在此处，只怕虾仁被凌迟处死，五马分尸都不为过。在外人面前风姿卓越，让任何男人都足以发疯的莲贵妃，如今被她的纯阳圣体彻底征服。新月，我想杀个人。你说？莲贵妃媚眼如丝。杀刘熙？没问题，一个刘熙而已。小秦王想杀他就该死。连新月这时候只怕虾仁提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事成之后，我想喝城内风靡已久的奶茶，听说奶味浓郁、香甜可口，价值1000金。这简单，现在买奶茶没你想的那么贵了。主要是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划算，而且操作简单的平台，对比了其他家就闲鱼的优惠券力度大一些。奶茶咖啡9块9就能买2杯，轻松实现奶茶咖啡自由。我最近都是靠着闲鱼的省钱神券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居然这么便宜，明天我也去买杯尝尝。新月，你真好。好。1个时辰后，虾仁神清气爽地站在房屋中央，莲贵妃则是端庄地坐在椅子上。小秦王，这刘熙，你想他怎么死？越快越好。不，他不能白死。10天后，太医院会有考核，以争取获得好名次。刘熙死后，这院长我争取让你来当。虾仁虽然心动，但觉得是不是太冒进了。新月，我资历最浅，只怕其他人会不服啊。放心，我会让皇上亲自封你的。这新月不好吧？那岂不是要便宜了皇上？虾仁故意这么说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便宜的？小秦王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连新月看见虾仁不太愿意的样子，他很开心。恭喜宿主，连新月与你的关系已经达到情有独钟，请继续努力。情有独钟，对主人应有很深的感情，解锁功能20%，可查看莲贵妃数据。虾仁连忙看向莲贵妃，只见莲贵妃的头顶出现一排排的专属数据。介绍虽然短暂，但这修为还是把虾仁惊讶到了。莲贵妃的修为居然这么高，居然是4级，这比灵台可要高一个档次了。镇神司的百户也就是9阶至灵台修为，4级都可以当千户了，再高则是副统领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，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连新月被虾仁看得有些害羞，脸颊微红。虾仁顺势道：你好美。你夸我做什么？怪害羞的。连新月看了看外面，有意想再把门关上，可又担心这会天色不早，皇上来了。虾仁知道该走了，他不主动走，连新月恨不得缠着他到天亮。走出青鸾宫，独自行走在后宫的小路上，在路过一片湖泊的时候，虾仁前方走来一队人，几个太监守护着马车，还有几位容貌不俗的宫女随行。这排场显示着马车中人来头不凡。虾仁默默地站在一侧，低着头，安静地等着一行人路过。可马车却停在他的身前不动了。你就是虾仁？轿内传来明朗的声音，听得出是一位年轻女子。虾仁拱手道：正是在下，不知大人是。
大胆，柳贵妃都不认识，还不跪下！云儿，不得无礼。轿内的女人马上制止。是贵妃娘娘。虾仁则是惊讶无比，又是一位贵妃。这不就是薛太医口中的柳妃吗？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。夏雨一，听说你医术精湛，连贵妃最近的怀孕都是你确诊的，可以帮我看看吗？我也想怀孕。夏雨一，听说你医术精湛，连贵妃最近的怀孕都是你确诊的，可以帮我看看，让我也怀孕吗？咦，娘娘说笑了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御医，怀孕不怀孕的还是要看自己才行。哦，我最近这几天食欲不振，夏御医可否随本宫回宫，给本宫把把脉呢？这虾仁有些犹豫，害怕一不小心又入虎穴，但现在实力低微，又不敢违抗。夏御医是怕本宫吃了你吗？还是说你已经是连贵妃的人了？微臣不敢，贵妃娘娘，您身体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有恙呢？虾仁惶恐道：有没有问题，可不是你嘴里说了算。夏御医莫非繁忙到为我耽误一刻钟都不行？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响起：一、帮助柳贵妃看病，获得9盏金丹10颗。注意，柳贵妃心狠手辣，但深得皇上喜欢。自从连贵妃来了后，便被冷落。此番帮忙去看病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2、拒绝柳贵妃看病，获得项链江湖一语。注意，拒绝了柳贵妃会被柳贵妃默认敌人，最快今晚就会遭遇暗杀，走活率5%。这么狠的吗？这些女人要不要如此夸张？我只是拒绝看病就要杀我，怪不得太医院年年在招人，在皇宫看病也是个风险职业啊。虾仁沉思片刻道：给柳贵妃看病是在下的荣幸，还望莫要怪罪我的医术不佳。你的医术怎会不佳？张太医和王太医这2位老御医都没你厉害。柳贵妃轻笑道，显然虾仁答应给她看病，让她很开心，指不定这个消息传到连贵妃那里会是什么情形。至于连贵妃怀孕，她是100个不信，肯定有猫腻，这猫腻自然就在虾仁身上。走吧，随我回宫。很快虾仁这边跟着柳贵妃走了的消息传到了连贵妃耳中。什么？她被柳贵妃带走了？连贵妃猛地一惊，看向眼前的小红。是，柳贵妃宫里的高手也不少，我不好进去探查。连贵妃起身在屋里走了2步，双手环抱胸前，想到方才与情郎的缠绵那种滋润，她可不想虾仁出事，心中就愈发的担忧，对柳贵妃的恨意也就越大。小红，去通知乐毅，让他给我盯紧柳贵妃，但凡发现他要对虾仁出手，无论如何也要将人救出来。小红微微一愣，连贵妃对虾仁的在意程度已经这样了吗？月莹可是她的底牌，居然都愿意出动这个了，但还是立马前去照做了。柳妃所住的宫殿名为千湖宫，一眼看上去也是十分宏伟大气，跟连贵妃所住的青鸾宫规模差不多。进屋后，柳贵妃第一时间支开了宫女。你们先下去，我单独与夏御医谈谈。是娘娘。2位宫女对视一眼，只好作罢。虾仁见状，心中更加警惕起来，不知道这柳贵妃到底想干什么。很快，柳妃带着虾仁来到会客厅。夏御医，我最近肚子也有点疼，你帮我看看，我也想知道是否怀孕了。这虾仁内心犯嘀咕，柳贵妃不会也像连贵妃那样吧？可他马上打消了自己这个想法，长得帅不代表是个女的就会主动送上门，何况还是贵妃这种大人物。娘娘，微臣冒犯了。虾仁走上前，将手搭在柳贵妃的手腕上。虾仁不敢过多的去感受细腻的皮肤，按照自己记忆中的某些脉搏去判断。夏御医，我这是肚子不舒服，还是有孕呢？柳贵妃靠在椅子上，一双清冷的眸光带着浅浅笑意看着虾仁。被这样的目光盯着，虾仁浑身不自在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响起：1、回答怀孕，获得孔雀红石珠。注意，柳贵妃可能只是试探，会引起不好的后果，牵连连贵妃。2、否认怀孕，获得1厘100道。注意，柳贵妃只是试探，回答不好，会引起她的怀疑和不满。2个选项后果都不好，但第一种明显更严重。柳贵妃的身子一直都很好，没有怀孕呢。柳贵妃闻言倒也没有生气，反而笑道：皇上已经8年没来看我了，你若是说我怀孕了，我只怕要定你一个污蔑之罪。虾仁心中大定，还好没随便回答，连忙拱手道：柳贵妃如此美丽，皇上只是繁忙，若是能让她看你一眼，或许就能。后宫佳丽这么多，我这点姿色算什么？皇上如今身体不佳，都能让连贵妃怀孕，我又有什么可能？虾仁不敢回话，只是默默听着。夏御医，其实我们后宫所有嫔妃都知道皇帝的身体问题，她不可能怀孕，因为我们都试过。咦，开什么玩笑？后宫所有人都知道皇帝不可能生，那我岂不是被架在火上烤了吗？不过这个事没人敢说，也没人敢点破，只要皇帝自己相信，就没人敢去戳破。毕竟若是真相大白，那绝对血流成河。想到这里，虾仁也顿时明白了，这些嫔妃为什么不去戳破连贵妃，反而对自己感兴趣了。柳贵妃说到这，目光再次看向虾仁。
你可知道莲贵妃怀孕后得到了多少好处吗？微臣不知道。只是怀孕，莲贵妃已经得到了元石3000、乾坤塔的修炼资格，以及一枚千年人参果。柳贵妃说这些东西时候，眼中闪过极大的嫉妒之色。千年人参果可以增加50年寿命，这已经是无价之宝了。还有3000原石，双手握着原石修炼，可以提高5倍以上的修炼速度。莲贵妃得到这些原石，加上乾坤塔，想必近期的修为要突飞猛进了。难怪柳贵妃如此嫉妒。你说这等好处谁不稀罕？这还是开始，等下周、下个月她的肚子慢慢变大的时候，那好处可以把人淹死。柳贵妃越说越激动，虾人一直不敢说话，心乱如麻，只觉得莲贵妃胆子真大。虾玉一，这件事的源头就在你这里，有些事我可以不逼你，但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娘娘请说。柳贵妃抬起美眸看了虾人，过来。是。虾人走近，再靠近点。娘娘再靠近就太近了。让你来就来，靠近点。对，就这样，跪下。虾人虽然不想跪，然而膝下有黄金，可这在宫中下跪只是日常操作，反正之前也跪习惯了。当他跪下的后，柳贵妃抬起一只没穿鞋的小脚丫搭在虾人肩膀上。跪下。是娘娘。虾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娘娘，此话从何说起呀？你谎报莲贵妃的事，难道不是吗？可莲贵妃的确怀上了。虾人心思活跃，在想哪里出了问题。哦，你如此确定？那我现在找一个御医再去看看，如何？柳贵妃冷冷道。见虾人不说话，柳贵妃又道：莲贵妃是否真的怀孕，我不管，但有件事我需要你帮忙，否则我大不了鱼死网破。这后宫我不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人家好过。娘娘请说。虾人大感头痛，这位贵妃是想逼着他帮忙啊。我也要怀孕，我近期会想办法让皇上与我同眠。娘娘，这是您与皇上怀上了，还需要我干什么？皇上修为虽然高深，但喜欢喝酒，越烈越好。到时候我会看看皇帝行不行，若是不行，你必须为我坐镇，说我怀上了。这磕肚子骗不了人。虾人愁苦，不会要和柳贵妃也要苟且了吧？好在柳贵妃已经有了下策。我有一种药，可以让我的肚子看起来与怀孕一样，此事你别担心。虾人暗松口气，他真怕这后宫到时候全是自己的子孙满地跑了，自己还没发育起来，被皇上发现，下场必然很惨。可是娘娘，这事你为什么要找我？哼，你都能帮莲贵妃，为什么不能帮我？柳贵妃摆摆手，示意虾人起身。你可以下去了，我有事会找你的。你来我这，莲贵妃肯定也知道，想必她担心死了吧。离开千湖宫后，他的心情才稍微好转，终于可以安心回太医院了。但平静的生活似乎一去不复返。刚回太医院不久，他的房门便被敲响。霞玉一，太宁公主的脚扭伤了，让你去看看。还有完没完？真是一天都不能安生啊！恭喜宿主解锁隐藏任务，太宁公主的邀请：一、出门去见公主，获得9转金丹10颗。注意，去了后可能遭遇太宁公主的虐待。2、拒绝，获得舍利子10颗。注意，拒绝后可能遭遇太宁公主的不满，会继续请你答应为止，到时候会有更残酷的虐待。看来只能答应了。此刻天还没黑，又被太宁公主盯上，虾人感到很苦逼。于是虾人决定先将系统的奖励提取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虾人朝着外门喊道：可以稍微等下吗？我先换个衣服。虾人从系统中先拿出奖励，9转金丹是一种高效增加修为的丹药，但此刻没有时间吃药修炼了。9转金丹市场价很贵，虾人记得1颗都要2万多钱币。医理百道则是关于医术的大全，其中对药物、把脉、诊断等等数10万个结论和知识，算是补全了虾人医术的短缺，也让他现在真正拥有太医的能力，腰杆子也直了许多。虾人准备好后，刚一出门便被一股他无法抵抗的能量给压制，哪怕是虾人实力过人，拥有纯阳圣体也难以反抗。同时一股迷雾将他笼罩，虾人瞬间昏迷了过去。当虾人醒过来时，发现面前正站着太宁公主。哎呀呀，这下我看那莲贵妃怎么把你从我这带走。哼！当看到是太宁后，虾人反而松了口气，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但很快他意识到了不对劲，陪笑着坐了起来。公主殿下，您让微臣过来，我可以随时来陪你，何必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呢？虾人看向四周，只见自己正处于一个密室之中。哼！上次我们正要玩的时候，莲贵妃那讨厌鬼把你喊了回去，这一次我可不想再被打断。太宁公主挥了挥手，示意她的手下离开。虾人看了眼她的手下，乃是2个宫女，可这2宫女看气质和神态，哪有宫女的样子？特别是左侧那位宫女，头发直顺而下，
给人一种凌厉锋芒的感觉，这绝对是外援。嘿嘿，夏依依，我们来玩个你熟悉的游戏。泰宁公主一脸贼兮兮的笑着，虾仁很想逃跑，但门口的高手让她毫无机会，而且这位泰宁公主的实力似乎也不弱，虾仁竟看不清楚对方的修为。公主，我熟悉的游戏。对啊，你不是御医吗？你看，我准备了好多东西。泰宁公主从储物戒中拿出许多千奇百怪的东西。你看，我带了好多玩具。对了，还有让人出现幻觉的毒蘑菇，以及让人兴奋的神从容。公主，神从容就算了吧。虾仁刚刚得到伊里百道，神从容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东西可以理解成比肾上腺素强100倍的某种药草，而且吃了后，男人会像一个永动机。嘿嘿，这东西你想吃，我还不乐意了。我们一会一人一半。嘿嘿。泰宁公主神秘一笑，公主，这玩笑开不得。虾仁惨叫一声，因为泰宁不知轻重，虾仁的身体顿时多了一条伤痕，衣服撕裂，露出血迹。咦，你的身体好强啊！泰宁公主更兴奋了，虾仁吓得连忙躲避，但还是被抽中了背，疼得她在屋内乱蹦乱跳。还跑，嘿嘿，我让你跑。泰宁公主越打越兴奋，虾仁在承受了剧烈痛苦后，终于不想再妥协了。虾仁奋力转身，回头怒喝：“够了！”还打我不？别以为我怕你，你要玩死我，我大不了和你同归于尽。虾仁狠狠地问道。他踩着泰宁公主，像一个野兽绑架了美女。你敢打我？泰宁公主委屈地回头看向虾仁，有什么不敢？你这样会打死人的，知道吗？可泰宁公主非但没生气，且一反常态。好舒服啊，好久没有体验过被打的感觉了。夏依依继续啊。我了个大草，这小公主也太逆天了吧！此时门外2个守门的侍女听到泰宁公主的惨叫，面面相觑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公主怎么好像被欺负了？不必，公主不会被一个太医欺负，就算真出事，公主也会求救，守着就好。左侧那位冷漠的女子神色冷冽，正是她让虾仁毫无反抗之力。此刻还有更着急的，便是莲贵妃了。你说什么？虾仁被绑走了，人不见了。莲贵妃来回踱步，满脸焦急。我的小青蛙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娘娘，我的人已经在后宫找了个遍，都没看到她的踪迹。你去柳贵妃那里看看，是不是柳贵妃那坏女人又把虾仁掳走了？是。莲贵妃来回走了几步，心里只能祈祷虾仁不要出事，随后又摸了摸自己的小腹。也不知道怀上没有，若是怀上了，好歹能给虾仁留个后；若是没怀上，不出几个月就要想办法装大肚子，1年后要找其他后路了。唉，不管怎么说，虾太医不能死。娘娘，虾御医似乎被绑走了，此事无需搭理，虾御医过几天会回来的。是，去告诉泰宁公主，让她悠着点，别把人玩死了。虾御医，我可是有大用的。是皇后娘娘。希望虾太医这颗棋子能撬动一些天平吧。还敢不敢欺负人？不敢了。虾仁起身提着泰宁公主将她丢在床上，此时已经是4更天，她都要起床去上班了。泰宁公主痛呼一声，埋怨回眸地看着虾仁。我要去太医院工作，没时间陪你玩了。别啊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好有男子气概，我还。泰宁公主此时还有点意犹未尽，虾仁也不惯着她。你不听话了是吗？没有，我不敢，我是你的人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我要走，你不同意？没有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呀。哪一步？虾仁瞪大眼睛，看着泰宁公主扭捏的样子，不由猜到了什么。这公主居然如此开放，莫非……我去和太医院说一声，你别走行不行？你说你的医道圣手很厉害，我还没尝试过呢。1. 答应泰宁公主的请求，获得奖励自愈能力增强 5%。注意，答应了后可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。2. 拒绝泰宁公主，获得奖励神魂能力增强 1%。注意，拒绝后泰宁公主对你的体验感会降低，对你的奴性减少。太医院听你的。虾仁目光闪烁，若是真和泰宁公主上了船，那自己在宫内就更有保障了，不用太害怕母妾贵妃，至少柳贵妃之流，她不必特别害怕了吧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哦，虾仁闻言邪魅一笑。既然如此，虾御医来吗？你的医道圣手本公主还没尝试过呢。1个时辰后，虾仁被2个宫女护送着回宫。当他回到太医院后，已经快午时了，一觉睡到傍晚。虾仁提取了自愈能力增强 5%。昨日被泰宁公主抽打的伤痕已经好了7七8八。虾御医，陛下有旨，让您去玄武门集合，跟随其他御医以及神卫军护送贵妃前去火烧岭狩猎。虾仁一愣，火烧岭位于大前北部，延绵10万多里，横向最宽的地方有万里，最窄的也有千里。火烧岭内部妖兽遍布，
是大部分修士的历练的之地，也是埋骨地。来不及多想了，推开门，看见一圆脸太监。这个太监，虾人认识，是陈公公。虽然不是整个宫内地位最高的太监，但也时常在乾天宫门口帮忙传话，算是早知道皇上的一些意思。陈公公，虾人笑着说道。虾御医，陈公公满脸笑意，毕竟他听说了虾人近期去了莲贵妃那里得到赏识，皇后都与他有些关系，加上虾人年轻，可谓是前途无量。虾御医，这一次去狩猎，只有莲贵妃、泰宁公主以及皇后娘娘，还有武殿下。陈公公小声地说道。虾人闻言一笑，知道这是陈公公在偷偷地对他透露消息。多谢公公。虾人想拿出好处给陈公公，可9转金丹太贵了，如此贵重的东西，自己一个无权无势的御医拿出来不像，来路也不好解释。于是道：陈公公，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，这是我前不久露出一副了然之色。那就恭喜虾御医了。哪里？玄武门位于皇宫北部，此地防御严格，杀阵与防御法阵都集中在此地。当虾人过来的时候，远远看见上百神卫军骑着长满黑色鳞片的黑铁兽。这黑铁兽名字虽然不好听，但特别耐揍，是一种和马体型一样、外形一样的妖兽。在神卫军前方还有3座辇车，非常醒目，想必就是皇后、莲贵妃以及泰宁公主的座驾了。虾人刚到，就看见泰宁公主的脑袋伸出车帘外，看见虾人后，眼冒金星，不停地给虾人用眼神暗示让他过来。虾人装作没看见，没搭理他，而是来到太医院的方向，包括院长在内，已经有20多人整整齐齐地站在一起。院长刘希看见虾人到来后，没给什么好脸色，而是摆了摆手：你到最后面去，我们出行是为了确保公主、皇后还有贵妃的安全，容不得马虎。你这种新手在一旁打下手即可。知道了，大人，微臣自当明白。刘希看着虾人的背影，很是不爽，因为这一次狩猎是他与皇后搞好关系的机会，可不知道谁的意思，居然要点名虾人过来。皇后有旨，可以出发了。随着最前方一位宫女大喝，整个队伍开始浩浩荡荡地从玄武门离开皇宫，好像这么多人都是在等虾人一样。虾人被其他太医用不善的目光盯着。哟，虾太医，你的脸不小啊！你来了后，皇后才下令出发，这可真是皇上的待遇啊！那是，我们虾太医年轻力壮，又坚持能干，贵妃公主当然喜欢了。可惜啊，狩猎的时候，我们太医除了给人看伤，还要给马看。我看呢，一会儿马伤了，就让虾御医去处理，怎么样？本来就该如此，虾御医医术经验不足，万一看坏了贵妃们的身子可不好。虾人看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这20个都是院长的心腹，可以说出来的御医们，除了他自己，其他人都是外人。若不是有莲贵妃和泰宁公主这2张牌，加上自己修为不至于无法反抗，这次出行尸体指不定会埋在火烧岭那个山沟里面。但现在这些人被聚集在一起，显然是莲贵妃的手段了。我只想杀一个刘希，好家伙，这莲贵妃要全灭啊！果然是美人心最毒啊！路途遥远，就陪他们做戏得了。说完了。怎么，虾御医还有不满的？左侧的一位中年老头抓住虾人的肩膀，他叫赵金元，是太医院的元老了。抓住虾人的手指很用力，掐住了虾人的经脉，并且有意的破坏虾人的神经系统。赵金元的手法很老道，熟悉人体结构的他，有信心让虾人3日后手臂被废掉。哎呦，疼！我没不满的。呵呵，知道厉害就好，老实点比什么都强，多孝敬刘大人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以后定为刘大人赴汤蹈火。虾人连连拱手，满脸微笑。这才对嘛，虾人，你的姐姐也到了出嫁的年纪吧？改天我去你家看看，如何？孙太医，下回如何？虾人笑得比他还灿烂。当真可以？孙太医瞪大了眼睛，虾人神秘一笑，一副你懂的样子。哎呀，虾御医，你可比你爹聪明多了，这才对嘛。诸位是不是果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？孙太医以为虾人答应了，哈哈一笑。其余人也感到诧异，虾人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？就在这时，一位宫女突然走了过来。虾御医，泰宁公主让你去辇车旁陪嫁。诸位不好意思，我得出去一趟了。虾人离开后，其余太医的笑声顿时停了下来，一个个马上恢复老奸巨猾的样子。这虾御医比他爹要更狡猾了。哼，还知道投其所好，哄我们开心了。孙太医，万一人家是真的了，你不是说过他姐很漂亮吗？是不是真假？谁知道，这小子比他爹要精多了，我可不会傻到这样相信。哼，虾人现在入了莲贵妃的眼，皇后应该是在利用他。这一次狩猎，实则就是皇后和莲贵妃的明争暗斗，他虾人只是其次罢了。我们只需要维护好皇后即可。这虾人活不了多久，这火烧岭很可能是他的埋骨地。还是刘大人看得透彻。虾人跟着传话的宫女快步走到前方，整个部队行进速度并不慢。泰宁公主为虾人准备了一匹马。虾御医，请上马。宋淼淼说道。虾人看着这位蓝衣女剑客不敢拒绝，
这位可是一巴掌就把她制服绑架到公主面前的猛人。多谢姑娘。虾人翻身上马，骑着马来到泰宁公主的辇车旁。泰宁公主拉开车帘，探出一个脑袋，来，夏御医，上来陪我玩。这不好吧？旁边是皇后和莲贵妃啊！不吗？你要是不上来，我就把咱俩的秘密告诉父皇喽。虾人一惊，这小公主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夏御医来嘛，上来陪我玩。你疯了！旁边是皇后和莲贵妃啊！不嘛，快来快来！虾人无奈，拿出一根香蕉递给了泰宁公主。我现在真没时间陪你，拿去先用吧。哼！就在这时，远处一位宫女骑着马走了上来，是莲贵妃的宫女小红。虾御医，莲贵妃身体有些不适，不知道是不是辇车颠簸动了胎气，想请你去看看。哦，微臣马上过去。虾人长松口气，总算摆脱了泰宁公主的纠缠。这一幕被后面的刘熙等太医都看见了。这虾御医真是受宠啊！泰宁公主见完了，莲贵妃见，她到底有什么特长，如此深的喜爱？我要是知道她有什么特长就好了，希望真有特长，而不是特长吧。若是那样，这虾人才是让人羡煞。是啊，莲贵妃有号称大前第一美的称号，如此美人都闭嘴！这些谣言要是被陛下知道是你们说的，我们整个太医院都要被清洗。刘熙低喝，吓得其余人连忙收回目光。我的小秦王，这么久没见，想我了没？外面都是人，你疯了！虾人小声道，他是真怕，这也太莽了吧！他只是一个小太医，可不想真的被玩死。可怜新月满不在乎，巧声道：我这辇车可是装置了隔绝法阵，就算是地震都不会被外界听见，放心吧。一炷香后，虾人一脸镇定地走出莲贵妃的辇车，但还是有些心虚，低头看看裤腿上，脑袋环顾四周一圈，发现没特殊情况后才放下心。想到莲贵妃和他说的计划，虾人心里一阵激动，没想到莲贵妃的算计如此天衣无缝，这刘熙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虾御医，你下次再敢这样顶撞本宫，可要受罚的。莲贵妃的声音从辇车里传来，外人误以为是虾人在莲贵妃那里说错了话，后面的太医闻言后则是幸灾乐祸。虾人回话：微臣不敢，只是肺腑之言，若是顶撞了娘娘，让娘娘不适，还望赎罪。无妨，你虽然顶撞了本宫，但本宫的某些郁结也通透了，只是下次别这样莽撞了。是娘娘。虾人脸色平淡，但心脏却是在狂跳。莲贵妃故意这么说，是希望让人看出他们俩关系不好，可虾人乃又不知道暗藏玄机。辇车的莲贵妃则是捂着湿润的小嘴，满脸羞红，笑得不提有多开心，一颗心也跳得极快。虾人自然不知道莲贵妃的疯狂想法，咳嗽两声，骑着马准备回到最后方。就在这时，后方大队人马奔来，为首的乃是一位俊朗的少年，鲜衣怒马，好不风采。身后跟着9名黑衣修士，一个个骑着黑铁兽，修为惊人，压迫赶狮子。虾人猜想，想必这位就是武殿下了。行军的速度很快，黑铁兽日行4000里，2日后便到达了火烧岭边缘。但火烧岭和他的名字并不搭边，一望无际的黑色丛林，从1000丈高度开始，整座山林便淹没在一层黑色的浓雾中。达到此处后，虾人无形中感到一股压抑，好似整座山林是座深渊巨口，进去便会被吞噬。母后，儿臣就与您在此处分别了。得多加小心。莲贵妃、泰宁妹妹告辞了。武殿下打完招呼，带着自己的人马离开。虾人注意到他的路线向着东边去，据说火烧岭的东部盛产灵药，但危险系数也会高许。武殿下走后，泰宁公主手拿黑鞭，一脸兴奋地对着皇后说道：母后，我们去打火岩兔吧。泰宁舔了舔嘴，看他样子那是想狩猎，而是想烹饪了。我看你不是想狩猎，是想烤了火岩兔吧？这药树速度快，不好捕捉，且要在死后马上烹饪，味道鲜美，就算是达官贵族也难得吃几回。莲妃妹妹，你意下如何？莲贵妃神色淡漠，与虾人单独在一起时的疯狂和女儿姿态完全不同，给人只有冷艳孤傲的感觉，但那种骨子里的女人味又让人渴望征服。我没问题，这一次出来本就是娱乐为主，我上次吃火岩兔还是5年前呢，那味道的确让人嘴馋。那这样我们比赛如何？母后带一些人，我带一些人，莲妃带一些人，我们看谁抓得多，怎么样？泰宁，别胡闹，莲妃妹妹身孕在身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我可以不出手，我挑选一些得力的干将就可以。可这火烧岭内危险重重，你若是遇到危险，我又不在，那怎么办？皇后一脸关切。莲贵妃知道皇后的意思，对方还在试探她而已。莲贵妃笑道：若是皇后姐姐担心我，就让尤千户跟着我吧，多给我分配几个太医如何？说到这里，他对着虾人暗送了一道秋波。本就有想法的虾人只觉小腹一阵火热，
这小妮子越来越诱人了，可是有千户跟着怎么办？莫非要也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一人一队，每个人小20人，其他人原地待命，如何？好，我最小，我先选。泰宁公主拍手叫道，那双贼溜溜的大眼睛直接锁定了人群中的虾仁。我先要他。众人顺着泰宁公主的手指看向虾仁。本来虾仁先前在莲贵妃的辇车上待了有1炷香的时间，让神卫军们都心神嫉妒。如今泰宁公主第一个要他，甚至不要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神卫军，这让大家颇为不服。莲贵妃自然不会让虾仁落到泰宁公主那里。虾御医乃是我的御用太医，去了你那里，谁来照顾本宫？方才他不是顶撞了你吗？你还要？莫非是顶撞的不够狠？泰宁公主狐疑地看着莲贵妃，莲贵妃正色道：虽然虾御医顶撞了我，但他顶在本宫的心头上，让本宫深刻，让本宫痛。我要的可不是一个只会趋炎附势的奴才，而是像虾御医这样能说会道且能干的人才。我不管，母后，我就要虾御医。皇后看着两人的样子，心里也有了决断。我看这样吧，让虾御医跟着我，你们也别争了，如何？莲贵妃现在可不怕皇后，继续硬刚。兀罗，让虾御医自己选跟随谁，如何？皇后闻言露出一丝莫名的笑意。好，这个方法有趣。虾御医，你过来。这是要闹哪样？选不好，恐怕有性命之忧啊！我这该怎么选？虾御医，本宫跟莲贵妃还有泰宁，你究竟选哪个？这怎么选？不论选哪个，都会得罪其他2个啊！恭喜宿主触发隐藏任务，皇后的刁难。1. 选择泰宁公主，获得入品神兵5行歌。注意，选择泰宁公主会引起皇后与莲贵妃的怀疑，莲贵妃吃醋，皇后认为你与泰宁有一腿。2. 选择莲贵妃，获得神通金刚护体。注意，选择莲贵妃后会引起皇后的严重怀疑，泰宁公主吃醋，莲贵妃把持不住宿主的强健体魄，可能会被皇后发现你们的苟且之事，死亡率极高。3. 选择皇后，获得新法当头棒喝。注意，选择了皇后不会引起2人的吃醋，需要注意皇后让你做的事。本来我还想选莲贵妃，这样和莲贵妃进去后也能偷偷摸摸做些什么，还好系统提醒了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皇后娘娘都发话了，微臣自然不敢忤逆，下官跟着皇后吧。哼！泰宁公主冷哼一声，不满意的转过身。莲贵妃则是幽怨的看了虾仁一眼，但并无太过责怪。既然虾御医跟着我，把兵过来吧。莲妃妹妹，你有孕在身，我多安排几个御医跟着你吧。莲贵妃随便指了几个，其中指的有刘熙、孙太医他们，一共7个御医。明日5时在这里集合，若是遇到不可抵挡的危机，捏碎报捷，本宫会及时救援。出发。半个时辰后，虾仁已经跟着皇后深入火烧里。此地的树木很高大，平均都在500丈左右。抬头不见日月，白天都是漆黑一片。在这里，除非你有超然的修为，否则尽量不要升空飞行，哪怕是皇后娘娘也不敢飞上黑色的雾霾当中。就在此刻，后方的地面忽然有震动声传出，这震动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整个地面方圆100里都在震动。地动山摇，树木纷纷倒塌。走，有人惊动了赤土河。皇后的语气透着一股惊恐，一把抓起虾仁逃窜。虾仁回头看去，一头黑压压的巨兽，比山还要庞大，兽爪如泰山压顶，不高大，一巴掌便拍死了同行的其他人，包括5个御医20神卫军。赤土河火烧灵怎么会有这种神话中的超级怪物？这不是赤土豪本体，只是赤土豪之影。赤土河之影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赤土豪本体投射出来的怪物。赤土豪本体在这里的话，恐怕只有超凡入圣的存在才能抵抗。虾仁对于赤土河的了解，不是在这个世界，而是前世28星宿中就有一位真神名为赤土河，那可是神仙般的存在。皇后说是赤土河的时候，吓了虾仁一跳。不过饶是赤土河之影，也让后宫之主皇后抱头鼠窜。还好没跟来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好，那是泰宁公主的保密佛宝，她遇上危险了，我们快过去。等虾仁与皇后赶到的时候，泰宁公主带的人已经全部死亡，她自己蜷缩在一个金钟状法宝内。见皇后与虾仁过来后，泰宁公主才哭着鼻子，害怕的冲了出来。哎，
我好害怕，虾仁哥哥。好了好了，都安全了，那怪物走了，你先放开，皇后在这里呢。好的。虾仁看了眼旁边的皇后，见对方神色淡然，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带着警告的意味盯着虾仁。这是土豪之意，一定是有人故意引来，搞不好就是害本宫。不会是连贵妃吧？可我也在啊，而且连贵妃有这个实力，怎么看都不像啊。不等三人休整一番，30里外又传来打斗的轰鸣声，甚至还有油千户暴露的声音。和欢宗的杂碎，你们敢对我大前贵妃下手，都给我死！不好，连贵妃有危险！检测到连贵妃危在旦夕，触发隐藏任务：1，快去营救连贵妃，获得合欢散。注意，你实力不够，来人很强，你打不过，但若是成功后，你跟连贵妃的关系将会再次提高一层。2，原地不动，等连贵妃自己解决，获得松骨断金丸。注意，你会获得软男称呼，被连贵妃知道后，可能拒绝和你飞升。皇后娘娘，我乃连贵妃的御医，她如今有危险，我必须得去救她。好，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谢娘娘。哇塞，连跑都跑那么帅，我真幸福。哎，皇后诧异的看了眼泰宁公主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修为不高，先自行回宫，我去看看。虾仁现在速度不慢，加上还有先锋云体术，10多里的距离在他不要命的奔跑下，眨眼而至。只见前方火光滔天，刀光剑影，还夹杂着一个人的颠笑声。姐，没想到大前还有如此美人，本公子此行真是好运。美人，你乖乖跟了我，让我用合欢大法，让你知道什么是人间天堂。楚兆云，连贵妃乃是前帝最宠爱的妃子，你找死不成？